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深入探讨《道德经》的第40章。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在这短短的20个字中，第40章浓缩了整部《道德经》的精神精髓。表面看来，这一章文字极为简练，读来像是一句残篇或一个提示，但越是言简，越是意丰。正是这样的篇章，往往隐藏着全书结构转折的重要枢纽。理解它，不仅有助于我们回看前面39章的论述，也为我们理解后续章节如何展开，德的层层展开奠定基础。我们先来看这一章的原文：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第一句，反者道之动，这一句可以视为老子对世界运行方式的根本洞见。所谓反，不是简单的对立冲突，而是指一切运行的方向总是包含着回转归返的趋势，就像潮涨潮落，月盈月亏，世间的兴衰荣枯都不是单向前行，而是呈螺旋式波动性的变化。这个反，也是老子在书中多次强调的复。譬如36章说：“将欲歙之，必固张之。”正是同一脉络的思路。真正的前进往往从收缩开始，真正的得势往往伴随着退让。这种世界观在我们当代的工作情境中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。今天的职场充满了直线思维，追求快速、线性、量化的结果导向。很多人认为只要不断向前冲就可以达成目标，甚至有人奉行所谓持续增长、永不退缩的信条。然而现实常常打脸，很多看似永续上升的企业会在某一个临界点后迅速崩盘，很多一路高升的职业生涯也会在某一转角遭遇难以逆转的困境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的前进都包含着一个反的因子，如果忽视了这一规律，就容易陷入僵化和过度扩张的危险。比方说，一个创业公司在起步时需要扩张，需要速度，但若在一定阶段之后仍然只知道进攻，不懂得反观，不懂得在组织结构和文化上收缩、凝聚、内敛，那么它很可能会因为外部不稳或内部耗散而快速瓦解。同样的，个人在职场上不断追求晋升固然可取，但如果没有周期性的归零，比如反思自己的能力边界，重新学习与团队共处，退后一步观察更大的系统，最终就会因为缺乏柔性适应而被淘汰。再看第二句，弱者道之用，这是老子另一个关键思想的呈现。很多人读这一句会误解为软弱就是道的代表，其实并非如此。这里的弱不是说人要懦弱退缩，而是指一种以柔克刚、以顺应为力量的方式。弱是一种看似无力实则无碍的处事方式，是对刚强手段的一种超越。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很容易崇尚强者文化，职场崇尚效率，家庭中崇尚控制，制度层面更讲规则、边界、秩序。然而越是强调刚性，越容易产生对立、冲突和破裂。一个管理者如果总是以权威压制属下，结果往往是团队低效、创新枯竭。一个父母如果总是以规训和批评来教育孩子，孩子反而更容易走向封闭或反抗。老子所说的弱是一种含容的力量，是一种不与人争、不争之争的姿态。正如水能够渗透一切，它不与石头对抗，但却能日积月累地穿透岩石。这种力量才是道的真正用处。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的构建，强调制度的柔性、弹性与包容性，也适用于个人的修养。
鼓励我们从刚硬转向柔和，从掌控转向顺应，从外求转向内省。老子这2句看似分别讲了动与用，其实讲的是一件事。世间一切运行之道，必然是非线性、非刚性的，是反转，是柔顺，是动态适应的过程。反是其动态的轨迹，弱是其能量的载体。而这2句之后的末段，是整章最具哲学高度的升华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我们可以说，这是整部《道德经》最深邃的形上命题之一。它不仅在思维上突破了一般的实体现象之分，更提出了一种生成论的图景：存在源自虚无，现实由无形而来。这一思想在当代社会极具颠覆性，它挑战了现代人对实证的迷信，质疑了我们对拥有与存在的固化理解。今天的社会鼓励有讲求拥有资源、占有时间、配置资产、打造人设，但是在老子的理解中，真正的根源是无，是一种空灵的虚静的状态。这种关于无的理解，不仅是一种哲学观念，更是我们在个人修养旅程中必须长期面对和不断体悟的深层课题。它要求我们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成长的本质。成长并不意味着不断的增加、积累和占有，而是意味着在适当的时候勇敢的归零。这个归零并不是否定一切的消极退让，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腾空，是一种为可能性让路的主动选择。它是从固有的经验中抽身，从对身份、成就、标签的执着中脱离，让自己重新成为一块可以书写的新画布。一个人若真的希望突破自己原有的成长瓶颈，就必须学会放下某些早已被习惯所固定的自我设定。这包括职业角色的固守、关系模式的惯性、对成功路径的执迷，甚至是对于自我价值感的狭隘界定。在当下这个充满对确定性与结果导向高度追求的时代，放下反而变得尤为艰难。我们太习惯通过做更多、拥有更多来证明自己，太不习惯通过空下来、放一放来更新自己。然而，只有当我们真正敢于面对那个无我的瞬间，敢于接触那个没有角色、没有标签、没有计划安排的自己，我们才能从源头上获得一种更真实的自由。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这种修养路径就是一种自我去中心化的过程。我们从一个以自我为轴心的世界图景，逐渐转变为能够感知他者、容纳复杂、接纳不确定的存在状态。这种转变不是一次性的顿悟，而是一个长期的、层层剥离的觉察过程。而在东方的禅修传统中，这个过程更被细腻地描述为破我执和证空性。这不是要我们否定个体的存在，而是要我们意识到，那些我们惯常依赖、过度认同的我，其实是一种不断在变化、受外界塑形的暂时构造。真正的我，不在于拥有多少外在定义，而在于能否持续保持一颗清明、安住于无的心。换句话说，这种无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的终极本体，更是一种深具实践价值的修养姿态。它教会我们如何在拥有之间找到脱身之道，如何在追求之间留出喘息之隙，如何在定位明确的时代中保有某种无定的自由。真正的成长并不是一路填充，而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抽空。真正的内在力量并不是源于外界的充实，而是源于内心的空明。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这不是一句孤立的形而上哲言，而是整部《道德经》由道入德的一次结构转折。前37章是在讲道的本体与其作用之无形无相，至此为止已经为我们打好了哲学的地基。而从下一章开始，老子将展开一条新的路径，从形而上的道
进入到形而下的德，从存在的根本原则过渡到行为的层次分析。第41章将开宗明义地讲到上士闻道、中士闻道与下士闻道的不同反应，从道的难以理解、难以接受开始，再一次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德建立不能脱离对道之深刻的体认，而这种体认恰恰是从反和弱开始，从无的状态中生出真正有力量的有。如果说前39章是为道构建一座不可见的大厦，那么从第40章开始，我们将走入它的内厅，体验那种无中生有的真实力量，就像一粒种子，看似微小，却蕴藏着整个森林的未来。这种微小之无的深意，才是我们接下来所要探寻的德之根、行之源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